2月29号，台立法机构将举行8个常设委员会的召集委员选举，每个委员会设置2名召委，召委可决定该委员会排议案、担任委员会主持等重要议程，向来是朝野党团的兵家必争之地。22号，各党团就已提报各委员会名单。原传出蓝绿两党都不打算礼让民众党，但剧情却在25号发生反转。在内部表决后，国民党总召傅昆萁宣布礼让民众党一席。在票数悬殊的表决下，国民党多数民代表示遵从党团决议，但也有许多民代收到支持者不谅解的声音，直言不要再被民众党骗了。民众党团总召黄国昌则说，改革比位子重要，民众党愿意与支持改革法案的民代们合作，民进党团则称尊重。22号晚，国民党团与民众党团在台立法机构参叙约1小时15分钟，蓝白双方称氛围愉快，未来可坐下来谈合作，共同促成台立法机构改革法案推动。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会后受访表示，参叙目的是建立沟通管道，未来由民众党副总召黄珊珊和国民党书记长洪孟凯建立热线。要不是为了让你们早一点下班哦，我们还继续在喝，有事就直接打电话，不需要在那里猜来猜去。所以今天主要就是建立一个大家说有一个沟通的管道，那以后有问题大家不要说打电话了，甚至到办公室直接坐下来，大家直接讨论，这样就好了嘛。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今天是很好的开始，我们感受到柯主席这个虽然在寒冬有这个非常炙热的暖暖的这样的一个诚意。所有的在野党，我们必须是同心协力，才能够制衡如此霸道的民进党。这次参叙具有高度的政治意义。首先，我们看参叙是由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主动牵线搭桥，蓝白两党党团的主要领袖和关键人物齐聚，完整参与，体现出对于参叙的高度重视。那么会后呢，一同接受媒体联访，并且互相握手致意，也是象征着蓝白两党的合作在立法机构上前进了一大步，也是表明双方在既有分歧情况之下，对于合作监督执政党有着高度的共识。不过，相比蓝白之间的和气，绿白之间已经针锋相对了。23号，涉及食安的瘦肉精项目报告终于在台立法机构登场。民进党总召柯建铭在协商时劈头痛骂民众党团总召黄国昌不懂议事规则，胡乱提案，不然食安报告会早就开了。19号协商的时候，你就一个人不答应，要外挂，你懂不懂这游戏规则？真的还要凹我们了？可以搞得这样天翻地覆这么天才了？怎么会说进步二读一定要交付党团协商呢？那是因为你们民主进步党拉协商嘛？你们应该弄一个游说会比较好了，议事会先搞清楚再编嘛，小随便不理解不可能嘛。双方唇枪舌战，吵到最后，连议事人员都笑出声来。议事规范是铁打铁的事实。黄总召，我一直在跟你讲话，可以看着我的眼睛吗？好吗？我们就让明天可以顺利。就在双方嘲讽互杠僵持不下时，韩国瑜抛出金句，要大家别争一时一气，让现场回归议事本身。人民对我们有期待，我们大家一起来认真。据日前岛内发布的一份新一届立法机构民代前10人气榜显示，国民党有6人上榜。积极经营自媒体，被称为蓝军空战最强猛将的国民党籍民代罗志强，屡屡吹起蓝营进攻民进党当局号角，被岛内媒体誉为绿营最害怕的女人的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都榜上有名。有岛内评论指出，国民党应将这些青壮民代视为珍贵资产，悉心培养，因为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一丝希望，这是国民党换血再起的机会。实际上，在这一届台立法机构民代中，从年龄分布看，国民党是最年轻的。国民党民代平均年龄52.15岁，民进党民代平均年龄52.49岁，而在选战中最受青年支持的民众党，立法机构党团平均年龄反而高达56.75岁。另外，国民党民代45岁以下有14人，占到党团人数的27%，比民进党多出1倍。在这届台立法机构开议首日，聚焦食品安全议题时，国民党年轻一代就展现了其战斗力。
当时，国民党籍民代罗志强称高雄查出辣椒粉含致癌物苏丹红，要求民进党籍高雄市长陈其迈也来立法机构说明。不料，受陈其迈一路照顾提拔的民进党籍民代黄捷突然跳出来冲上前，就要抢罗志强麦克风。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一个箭步挡在中间，制止黄捷，场面混乱。充满浓浓火药味的蓝绿攻防，不仅让岛内网友感叹，熟悉的场景又回来了。徐巧芯和黄捷也因此结怨。当天下午接受采访时，双方继续互呛。我过去跟罗志强理论，那徐巧芯就一直过来阻挡我。万一这个罗志强委员不小心碰到他的话，到时候又说me too， 又说我自己被骚扰，又碰瓷。国民党就是没有本事，只会闹事。那他的本事在哪里？我个人是没看到。黄捷除了翻白眼以外，还有什么样的本事吗？1989年出生的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是国民党近年来培养的蓝营新星，他曾任台北市议员、中国国民党青年团总团长。2012年进入青年团时，被媒体封为国民党甜心正妹。此外，他还先后担任洪秀柱、朱立伦、马英九、郝龙斌办公室发言人，被称为国民党年轻生力军、国民党战斗蓝核心成员。2018年，徐巧芯结婚时，马英九、朱立伦及郝龙斌均到场祝福新人。当时，马英九负责证婚，称赞徐巧芯学养令人钦佩，叮嘱新郎刘彦礼结婚后要谦卑、谦卑再谦卑，偏心一定要偏巧心。郝龙斌也称赞徐巧芯能把复杂政治议题很快分析，还遗憾自己的儿子还太小，徐巧芯不能等，当不了儿媳妇。足见国民党主要官员对徐巧芯的赏识与偏爱。徐巧芯呢，他的战斗毅力、战斗能力、战斗表达力，以及呢立场的这个坚定呢，他就会给大家感觉到说，真的是一个国民党的一个战将。他的优势呢，可以讲说，第一个知名度高，第二个呢，他堂上没几，所以他口才特好。第三个，他是台北市选出的。你要知道，台北市选出跟其他地方选出不一样。台北市选出的话，通常呢，选民不会要求你去参加很多无谓的应酬。可是你假如说中南部县市选举啊，如果选民这个婚丧喜庆你不到，你就不要选了。所以这个时候还可以专心呢，在这个媒体上去发挥。被誉为打绿悍将，徐巧芯更是对绿营一干政客穷追猛打。在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期间，徐巧芯不仅在个人社交平台贴出自己现身赖皮寮的照片，还在台北市信义区2大路口上架电子广告牌，播放提醒民众有人还在赖皮。去年12月，他爆料萧美琴密会美战争白手套；去年2月，更是踢爆资通安全研究院欠薪事件。此外，他还连续爆出民进党多名官员论文抄袭和桃色丑闻。因此，有评论指，徐巧芯一个人的战斗力顶得上10名国民党民意代表。因为国民党这个憋屈了8年，那过去8年，整个就是立法机构的龙头、副龙头都是民进党嘛，所以他们几乎就是在那边就说。整个来讲，就说完全都没有办法战斗也没那个气，也没那个战斗底气。但是这一次，他们就是士气很旺，战斗意志也很强，这是目前的趋势。如果徐巧芯对付一些知识程度比较高的，然后谢龙介是对付呢这些农民劳工那这样的话呢，他们这个配合一个战斗力，整个来讲，国民党在立法机构的战斗力绝对。虽然他人只是多了几席，但是他绝对会比过去呢增强2倍、3倍。本周台立法机构将举行常设委员会的召集委员的选举，因为在这一届立法机构3党不过半，那么这次召委选举呢也将成为各党的战场。想请教一下傅先生，对于这次召委的选举，您有什么观察？因为我过去也担任过召集委员。召委是战术上的指挥官，虽然在战略上是靠党团的这个运作、政党协商的结果，但是战术上召委可以决定很多事情，比如什么时候开会，开会之后什么时候休息，中场休息一下，场外临时协调一下，什么时候再复会，有时候甚至于看到这个在场的这个另外一党，如果很多人离席，去上厕所了。他立刻进行投票了，
也是召委可以做的事情。所以实际上就是召委非常重要，但是小党很难做，因为毕竟它还是投票选出来的，所以要靠政党协商来分配，否则小党没有机会。岛内3党竞合呀，目前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蓝白在这个召委这个问题上合作，给小党一次机会或者一个位子，而不是那种蓝绿分赃，把这个位子抢光抢尽。我想对于发挥小党，特别是民众党的这个积极作用，对于岛内的这种政治生态的良性化，它是有帮助的，而也有助于未来，就是说这个，特别是蓝白之间的这种深度的合作。日前，台立法机构举行新春团拜的时候呢，韩国瑜自称新同学，同时呢也向立法机构的职员说了重话，强调每个单位螺丝一定要拧紧，不教而杀，当然谓之虐。那么韩国瑜的这些话有什么特别的意味吗？叶先生？韩国瑜的这句话其实正就是明讽着蔡英文当局在过去执政8年所展现出来的一个傲慢的态度，他制造了非常多的这种紧张的态势以及绿色恐怖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氛围，所以对于韩国瑜来说，他其实这几句话是直切了民进党执政这些年的一些要害的。那么从他自称新同学来看的话，我觉得韩国瑜他其实是放下了一些政治的包袱，他想要更加的接地气，更加的亲民，不仅是对于他个人来说，还是对于整个国民党来说，重塑这种形象，重塑国民党的这个形象，其实是有帮助的。因为在过去的这些年，大家会发现，在选战当中，国民党一直没有办法扩大自己的基本盘，其实是因为他的群众路线太过模糊了。那么在未来的这4年当中，我觉得从韩国瑜的这个新同学的这个表述开始，未来4年国民党的这个标签应该是亲民、接地气，还有谦卑。这个会成为国民党一个扩大他自己的选民支持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吧。韩国瑜未来究竟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他又会面临哪些挑战？傅先生怎么看？我觉得韩国瑜现在面临的真的是一个历史性的角色，因为过去台湾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一个局面。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在维持到应有的公平公正的立场，又能够把国民党作为一个党员，他所希望的泛蓝的相关的政治理念融入到法案之中，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一点非常难做到，并不是很轻易任何人能做到的。那所以他需要大力的要做2件事情，我觉得。第一，他要充分的去跟党内协调，取得团结跟一致的共识，就是要扶持民众党，白银嘛，他就是让自己看起来就像一张白纸一样，你把它染成绿的就绿的，你把它染成蓝的就蓝的，所以你要把它染成蓝的，你要动之以义，不能完全是动之以利，因为你动之以利，别人就会说啊，你们是利益交换，要动之以义的话才能够长久，而这一点要怎么样暗中的跟利益结合，表面上又有充分的光明正大的义的这个结合，不是件容易的事。不过韩国瑜口才非常好，头脑非常敏锐，思想非常清晰，我们对他还是抱着很大的期望的。阻击民进党搞这个法理台独方面，我觉得他会发挥独特的作用，他一定能。当然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呢？一个好汉3个帮，那么独木不成林，他必须团结国民党。团结国民党党团，甚至是这个民众党，那么把大家的力量整合起来，那么它的作用会发挥到极致。2月22号，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高调带团窜访台湾。加拉格尔被外界普遍视为顽固的反华先锋。台媒称，此人最擅长先渲染威胁，然后借机售卖武器，是个名副其实的军火贩子。2022年，他提出所谓武装台湾法案，岛内民众痛批，唯恐台海不乱。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我们敦促美方务必认清台湾问题的极度复杂性和敏感性，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此次率团窜台的加拉格尔被视为顽固反华先锋。他在美国国家情报大学攻读战略情报学，后来又研究冷战史，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并担任情报官。加拉格尔对绿营而言颇具票房号召力，因此绿媒对此人窜访扎堆报道。从曝光的信息来看，加拉格尔共带来对台新军售、催促交付延迟订单、在台生产武器以及替美国下任总统发出挺台保证等4个消息。有台媒指，尽管加拉格尔表达了美方对台湾的所谓支持，但事实上，不论谁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美国的依赖论都无法消除，岛内的以美论也无法抹去。面临两岸关系最敏感的一个事件，那又演出一出反中大戏啊！来之前，白宫特别苏立文说话，对，所以说话，当然也可能也是跟他一定有耳提面命啦。美国依赖既有对赖清德台独立场不放心，也有对赖清德从政人格的怀疑。有观察指，相较于蔡英文，赖清德个性扁狭浅薄，且政治性格强硬，对美方来说也就意味着更难以掌控。美媒多次报道称，美方忧虑赖清德执政会引发台海局势紧张，甚至兵凶战危，进而把美国拉下水。因此，此次美议员窜台，还是想要摸摸赖清德的底。因为实际上在整个美国社会中，美国政界、战略界就对赖清德一直有一种怀疑的，所谓依赖论。依赖论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面，那赖清德他的政策路线到底怎么样？尤其是美国非常在意的所谓跟台湾当局跟美国的关系会朝这个方向发展，其实他还是有不是太放心的。值得警惕的是，几乎在加拉格尔带团窜台的同一时间，美国防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务院已批准对台出售价值约7500万美元的先进战术数据链系统升级计划。这是拜登政府自2021年上任以来第13度宣布对台军售，也是2024台湾地区选举后美国首次对台军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回应称，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这一立场坚定明确。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美方武装台湾是十分危险的赌注行为。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停止以任何方式武装台湾，停止以台制华的挑衅行径，以实际行动维护两国两军关系大局和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面对高额的对台军售案，媒体评论指，台湾正成为美国的提款机，因为军售案中的多数武器，美方迟迟未能交付。去年11月6号，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在其最新报告中就曾揭示，美方积欠台湾的军备总数高达191.7亿美元。即使不包括其他武器的附随弹药，美方各项积欠弹药也高达28.35亿美元。实际上，在7500万美元之外，美国还想赚得更多。台媒报道，针对武器交付延迟，加拉格尔表示，最好的解决方式是台当局为关键重要的弹药提供长期拨款，让生产弹药的公司提升生产效率。此外，窜访团成员之一的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克里希纳穆尔还宣称，美国可思考有哪些武器可与台湾共同生产，例如目前的155毫米榴弹炮。对此，有台媒惊呼，美国政客要把台湾变成兵工厂。卖所谓榴弹炮的这个事情是在台湾生产这个武器的问题，都是属于美国要武装台湾的一个部分。俄乌冲突情况下，就西方国家援助乌克兰，西方国家其实它整个一个武器生产，它疲于奔命，那个乌克兰战场上太需要武器了，所以是提供技术让台湾自己一起来生产。而美国不仅自己搅局台海，还频频拉盟友在台海地区兴风作浪，菲律宾就是其中的急先锋。2月19号，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与巴坦群岛省省长签署备忘录，计划把巴坦群岛的马哈陶港开发为海岸警卫队的避风港。据报道，巴坦群岛位于菲律宾最北部，面积只有209.3平方公里。虽然该岛是菲律宾最小的省份，但其距离台湾岛只有不到200公里，地理位置极其特殊。美国与菲律宾去年11月恢复的联合海空巡逻行动，就是从巴坦群岛附近开始的。
实际上，自去年年初开始，美国就加紧了在菲律宾的布局。2023年2月，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菲律宾与菲总统马克思会面后，美菲两国发表声明，宣布计划加速全面实施加强防务合作协议。菲律宾国防部同意向美军再开放4个军事基地的使用权限。当时，一名菲律宾官员告诉法新社，双方还有一个潜在基地的谈判正在进行。根据此后美菲的动向显示，这个基地很大概率指的就是巴坦群岛。观察指，如果巴坦群岛成为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那么美在菲军事基地将达到10个。而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去年新增的4个基地中，除了位于巴拉望省的巴拉巴克岛的基地面向南海外，位于吕宋岛北部的卡米洛奥西亚斯海军基地、拉洛机场和梅尔乔德拉科鲁兹营地都面向台湾，与台湾最近距离为400公里。而巴坦群岛距离台湾更近。2月22号上午，美国一个跨党派访问团窜到台湾，其中呢就包括共和党籍的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那么美方这次释放出了什么信号，李先生？台湾呢这几年已经成为这个美国议员的网红打卡地。他们到台湾呢，因为台湾当局会给他们好处，给金钱啊或者方方面面的好处。那么到美国以后呢，因为打着这个反华支持台湾的名义，到美国呢又可以赢取一些选票，它并不能代表美国政府的政策。另一方面呢，就是对于这些议员所说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冷静观察。我非常同意刚才李老师讲的，就基本上它是某一种政治表演，因为美国目前的这个经过这2任总统的这个推波助澜吧，可以说是反华变成选举时候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爱国表现。就我爱美国，所以你要投票支持我。那么怎么看出我爱美国呢？我支持台湾。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它是一种政治表演。那么另外一方面，当然他们也确实也有必要去认识新人，借这个机会去了解一下这些新人的背景跟思路吧。那对他们将来的问政也是有帮助的。窜台期间呢，加拉格尔提出要和台湾共同生产155毫米的炮弹。那么在此前一天，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宣布了一项预估价值7500万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叶先生如何来解读美台近期在军事上的勾连？可以用一些相对比较实质性的一些武器包括是武器的这个级别的提升和从防御性武器到进攻性武器的一些转变售卖给台湾，他自己在赚钱的同时，其实也是可以给台湾当局展现出他一些实质性的一些支持。所以美台的这个军事勾连，其实在从美台的这个关系的这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表现。那美国未来也不可能去放弃对台军售的这样的一个举措，甚至这几年你会发现，美国的对台军售它出现了一个审批程序便捷化，然后那个武器进攻化，还有威慑力提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倾向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说的话，美台的这个军事勾连，它在现在在未来都会维持在一定的水平。最近呢，菲律宾曝光了一项计划，要在其距离台湾最近的岛屿巴坦群岛建海岸警卫队的避风港。此前呢，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曾经表示，菲方应慎重行事，不要在台湾问题上玩火。傅先生怎么看？巴丹岛我去过，巴坦群岛您去过？对，他是当地人就叫巴丹尼斯，他们讲的语言也是巴丹尼斯，不是塔嘎罗。所以在当地，你打开收音机听到的最清楚的收音是来自台湾的，所以实际上就是巴丹尼斯人，他们内心过去对菲律宾的主流啦，坦白说他们是有隔阂的。巴丹群岛本身，它的最北的一个小岛叫雅米岛，雅米岛离台湾就是普通火炮都可以打得到的地方。那巴丹岛是巴丹尼斯群岛里面最大的一个岛，它的一个唯一的一个高地，在台湾最南端的鹅銮鼻的灯塔上，你都可以晴天你都可以看到那个山，就这么近。所以那个地方是一旦设美军的基地或者美国菲律宾自己本身的军事基地，对台湾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等于在家门口这个布置了火炮，对台湾本身就是一个危害。